先前面，因为是后面我。Hello， 各位遠家的家人們，大家午安。我已經2個禮拜沒有錄影了。剛搭帳篷的時候，小孩一度覺得自己好像搭錯了，只有2個禮拜就會失憶嘛。好啦，那我們今天在哪裡呢？我們今天在新竹五峰的布魯的家露營區。有聽到外面的雨聲嗎？久違的雨中露營，但是我真的不想受市長。然後冬天我也懶得搭天幕，所以我找了一個雨棚區。然後因為是平日的關係，我們呢一帳包了整個雨棚。等一下，先來準備下午茶。
再帶大家好好來參觀一下露營區。不過因為現在外面白牆一片，好，不管了，先乾杯。然後今天有特別嘉賓，這個特別嘉賓呢，剛剛也提供了還不錯的協助啦，但是現在在打電動，很過分。然後他說，本來說他要煮午餐給我吃，然後現在呢，我這一局打完，你們家的小孩也這麼討人厭的嗎？如果也是這麼討人厭的話，麻煩底下留言加一。好啦，我要來準備下午茶啦。这意大利麵好吃嗎？我煮完下午茶了，我們今天可能可以很晚吃晚餐，因為現在已經4點鐘了。第2瓶一樣是這個沖繩的啤酒，我真的覺得這個蠻好喝，而且因為一次都要買一手就是6瓶嘛。然後你們真的不要誤會，我平常在家裡是沒有酗酒的習慣的。對吧，弟弟？我平常在家裡面沒有酗酒吧？對啊，對，所以不要誤會，我平常是沒有在酗酒的。哈哈，這個意大利麵是我那天一樣去逛卡樂迪的時候，我就想說，這看起來好像還蠻好吃。它是這種粗的麵體，然後是茄汁的，它不太像意大利麵的口感，我覺得它比較有點像那種粗的拉麵。但是其實呢，也還蠻巴汁的。然後我剛剛不是有放蝦子嗎？我在等我兒子幫我剝蝦子。不要，好小氣哦！算了，沒關係啊，我們自己剝了。這個蝦很大隻，哇，看起來就很好吃的樣子。
我這蝦肉質好緊實哦，你有吃蝦嗎？還沒。你可以吃一下，它肉質真的超緊實的。然後我們今天之所以會選雨棚區，就是因為氣象預報星期天是整天都會下雨，然後星期一的話就不太一定這樣。對，可是剛剛呢一度雲開的時候，哇，這個雨棚看出去的山谷風景，那個雲海真的好美哦。然後我昨天要出發，就是昨天有在粉專跟大家稍微聊一下，就是我訂了這個雨棚區，其實還蠻多人他不太喜歡雨棚這件事情。對，沒錯，我個人也沒有那麼喜歡雨棚，可是這是比較方便的選擇啦。對，那布魯的家這個雨棚呢，它其實有漂亮的景觀，然後那個營主很認真，現在正在我們眼前收拾環境。我真的覺得這個露營區好辛苦哦。然後它很挑高，跟一般你想象的那種工業風的雨棚不太一樣，是很漂亮的雨棚。然後其實周圍現在陸續都有櫻花在綻放，棒棒的。好啦，我們現在呢認真來吃一下午餐、下午茶，然後認真的喝一下今天的第二瓶啤酒。吃飽的時候再帶大家去逛逛布魯的家露營區。好啦，我吃飽了，我們來營位介紹吧。這個是今天我們出動的帳篷，裡面有個小孩。然後因為這一路就是確定會一直下雨，所以我決定訂雨棚區。可是我又想要漂亮的雨棚區。OK， 大家看一下布魯的家，我們在牛樟區。看出去的風景，哇，滿滿的雲海。剛剛來的時候其實是起霧的，然後雲霧降下去之後就有漂亮的雲海啦。這裡海拔大概1000左右，然後這是我們所在的雨棚，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高度好了。我們以小居為範本，它最高的地方呢，號稱是有200公分左右，可是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這個雨棚是非常的挑高，而且呢，它不是我害怕的工業風的雨棚，因為它是有美麗的山景，真的很美。然後這邊的洗手台幾乎是一帳就有一個洗手台，然後還有搭配就是桌椅，對。不過因為我們自己有啦，所以就沒有用營主的了。那因為只有我們在牛樟區，所以我們就搭乘愛怎麼搭就怎麼搭的那個形式。正常的話應該是這樣啦，就是這個位置是你的位置，對。但因為今天只有我們一帳包區，好，然後山櫻花開始開了，很漂亮。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牛樟區的衛浴吧。這邊就是牛樟區的衛浴，有2間，然後旁邊有個小便斗。那我們來看一下，其實剛剛都有使用過了。它是淋浴跟洗手間在一起的，所以可能大家要稍微錯開一下使用時間。那因為我還沒洗，所以沒辦法跟大家分享。晚一點洗完之後再跟大家分享它的熱水。這邊有一個閱讀區，哇，可以提供給小朋友看書的地方。然後營區裡面其實還蠻多櫻花，都在陸續綻放中。看不太出來，不過其實有一些花苞已經開了。那我們所在的牛樟區呢，是整個布魯的家最高的地方，也是一進來就到的。然後往下去看看，啊，這個櫻花開得很漂亮，隨時一直不斷變化的雲海，這就是露營的樂趣啊！也太美了吧！下方也是雨棚區，
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，這個應該叫做牡丹區吧。哇，它的雨棚真的都非常挑高哎，所以即使現在有一些帳篷啊都很高，像那種充氣帳，我覺得也不太需要擔心。而且它的深度其實是蠻夠的。這個牡丹區嗎？離山景就更近了。哇，這個山脈真的好漂亮哦，櫻花跟雲海，好美啊！對不起，我更正。這個這麼美，離山景這麼近的叫做杜鵑區，牡丹區是我自己幻想的，不好意思。好美哦！哇，其實現在櫻花都在陸續綻放，哎，真的是很美哦。是真的有牡丹區，只是牡丹區是草地，然後上面那個有搭帳篷的那一區應該是一帳包區的茄東區，不過因為有路遊，我就不特別去打擾了。那所以這裡其實是有草地營位，然後也有雨棚營位，很漂亮的小巧的營區。從牡丹區走過來，這邊呢也有洗手間。我們來看一下哦，營區呢是有提供冷藏跟冷凍冰箱的，來看看哦，這邊也是一樣，就是淋浴跟那個廁所是坐在一起的。逛了一圈，回來看一下這個牛樟區旁邊的雜貨店，因為剛剛這邊有路遊，就不打擾。這個好可愛哦。然後飲水機這邊是有飲水機的。也有一個冷凍冰箱，然後呢也有販售簡單的零食啊、泡麵，然後誠實商店，對，然後呢這邊有飲料。但是呢，我們今天發生了一件悲劇，這有點暗，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。我們只有帶一張行軍床，本來圓圓要睡充氣沙發，可是充氣沙發呢，那個充氣泵浦故障了，所以也沒有帶到其他打氣的工具。那就試試看晚上它會不會能行吧。不過還好啦，我有帶那個煤油暖爐，目前以最小火運轉中，然後帳篷裡面呢維持在25度左右，所以希望晚上可以平安度過。晚上的大廚是圓圓。我們今天晚上要煮什麼？我們今天晚上要煮什麼？我们今天晚上要來煮湯咖喱。
間我要來自制調酒，這個是甘酒，這是沒有酒精濃度的，它甜甜的，很好喝。來加一點點。這個是清酒，加一點點。吃晚餐。我們現在試試看這個。哦，好好喝哦！這個讚，這個讚。他今天晚餐吃很少見的咖喱，我們很少在露營的時候吃咖喱，但是好像蠻多人會在露營的時候吃咖喱。對，但是我們的咖喱做法呢比較偷懶，就沒有熬很久。來試試看。今天的晚餐是圓圓煮的，看一下大廚，大廚，你自己煮的咖喱好吃嗎？不好吃，其實蠻好吃的啊，但我覺得我的甘酒、清酒比較好喝。哦，這個清酒的酒精濃度應該蠻高的吧？看不太到。這個好可愛哦，也可以直接這樣，玻璃瓶就放下去溫酒。沒開，已經醉了。這個甘酒是小朋友都可以喝的，因為它就很像是我們的甜米釀，然後甜酒釀，或者是很像那個韓國的酒釀，真的蠻好喝的。好，我們現在呢要來吃晚餐，然後因為我很怕冷，然後我兒子說很熱，可是沒有暖爐如果不開，他媽媽就會冷死，但是沒有辦法，為了他媽媽不要冷死，所以還是必須要開。那我是一樣開最小的火啦，對，可他就覺得帳篷裡面很熱，現在帳篷裡面有26度，難怪他覺得很熱。這牛小排醬好好吃哦！好，吃晚餐嘍。這個麻糬也太可愛了吧！然後我兒子呢，現在堅持要坐在外面。我剛跟他說，這樣不就坐實我們感情很不好這件事嗎？其實也沒有，好嗎？主要是因為我裡面開暖爐很熱，所以他沒有辦法。這個真的好可愛，你看，它這裡面是有紅豆餡的，是這個。其實這個我已經買過好幾次，我覺得它很好吃。它裡面的那個紅豆泥啊，是不會太甜的那種。本來想泡咖啡配，可是因為我的咖啡只剩1包了。好好吃。你們有去看陽光女子合唱團嗎？超好哭，爆好哭啊！我忍不住就想唱那個主題曲給大家聽。我已經從那天看完電影到現在，每天一直在唱。
我要唱給你們聽，我覺得實在太好聽了。再先清一下喉嚨，好，我們唱那個後面好了。再見的時候，親親我額頭，朗朗的晴空會擁抱你我，愛像陣風，它讓人學會灑脫，學不會捨得，卻學會了放手。是不是很好聽？我不是說我唱的，這部電影真的很推大家去看。我上片的時候，他們應該還沒有下片吧？因為他現在已經好像賣得非常非常好的票房。我自己覺得它好看的地方就在於那個情感。其實劇情很俗套，沒什麼特別的，對，可是真的很感人。我真的從頭哭到尾，那就不在這裡爆雷，因為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，然後再回來這影片分享你看了之後你的感覺。我真的很感動誒。其實分離學會珍惜很多，對啊，就是這樣。然後外面有個西吉那波，他就在那邊給我滑手機。你們家國中生也這樣嗎？你給你們看那個討厭的國中生的嘴臉，你看那個樣子，你看那個德性。好啦，但是因為我帳篷裡面真的很熱，現在已經來到27度了。我兒子是一個一定要吹冷氣，他到現在冬天都還有可能吹冷氣的人，所以我們兩個待在同一個空間，其實是折磨他，也折磨我，好不好？互相折磨。蜂蜜年糕好吃吧？一個堅持要坐在帳篷外面的小孩，外面比較舒服。他覺得裡面實在太熱了。28度，28度是舒服的溫度。熱死。在這裡吃年糕的小孩，那我要先去洗澡啦。都洗完澡了，现在來分享一下那個布魯的家的熱水，還蠻熱的，對不對？對啊。然後它旁邊一樣有放小桶子，所以大家可以用小桶子來調節熱水。在我講話不到30秒的時間，我兒子已經要把牛排吃完了。我們今天的宵夜是牛排，我也來一塊，還蠻好吃的，不過我覺得我好像弄得有點鹹。美酒，今天的最後一瓶是這個丘利亞的美酒，好酸哦，梅子味很重。然後外面一直在下忽大忽小的雨，不過還好這一次就訂了這個雨棚區。其實我是昨天晚上才訂的，因為我一直在掙扎。氣象預報呢是說明天會好天氣，可是也有不確定性，所以我也蠻擔心，萬一要收濕帳的話，其實真的是蠻麻煩的啦。所以最後呢，我就決定我們1500塊花下去，然後可以不要收濕帳，解決那個收濕帳的麻煩，就直接搭在雨棚區，然後再加上這個雨棚真的很漂亮。它是可以看到山景的雨棚，所以我覺得它非常非常的美。那期待明天早上還可以再看到漂亮的雲海。好，那我們吃完宵夜，差不多準備要
睡覺嘍，大家明天見。家人們早安吶！我們今天早餐很豐富誒。其實這裡面的這個馬鈴薯洋芋啊，是我昨天在便利商店拿的，然後就把它放到你的吐司裡面，它就變成這麼豐富的吐司了。現在吃吃看好不好吃？應該還蠻好吃的吧，小朋友？對，因為它裡面完全就是調好味道的啊，所以你也可以把這個馬鈴薯起司呢放到熱壓吐司的概念，對，就這樣子。我昨天晚上有一度雨好大，然後聽着那個雨聲，覺得超療癒的。然後因為我們不是少帶了一個行軍床嗎？所以昨天圓圓是睡車上。你睡車上會冷嗎？不會。他說車上很熱，我其實不太相信啦，大家就是堅持車上很熱。但我睡帳篷裡面是非常溫暖，因為開暖爐嘛，所以我也替睡袋了。然後他說他也替睡袋了，這樣。今天的早餐很豐富，這就是一個人露營跟好幾個人露營不同的差別。一個人露營就真的非常非常隨便吃，然後主要是因為吃不完，但如果人多一點的話，食材的種類可以變化的比較豐富一點點。然後我們來吃早餐咯。這裡面還有通心麵，你有吃到嗎？有通心粉耶。有啊。好啦，我们今天沒有乾燥車收，但是沒有關係，因為我們在超大的雨棚下。相較於直接在外面淋雨，我覺得已經非常幸福了。那因為整個雲霧一直飄渺的關係，所以帳篷還是有點濕濕的啦，所以回去可能還是要稍微曬一下。但是比起收濕噠噠的帳篷，我覺得我已經很幸福了。那這一次來到這個新竹五峰的布魯的家露營區，
其實我常常在定位網站上面看到它，可是因為如果好天氣的話，我還是會比較想要搭在草皮啦，或者是森林裡面。那這一次呢，我真的是星期六的晚上才下定決心，好吧，我們就來這個雨棚，而且它的雨棚真的出乎我意料的漂亮，因为它看出去是很漂亮的山谷，然後再加上有幾波的雲海，我真的覺得這個決定做得非常的對，然後再配合上就是時不時的大雨，就會覺得哇，還好我花這個錢了。所以如果你們也跟我一樣是比較隨性出發的人，真的看一下氣象預報。那事實上預報原來是說星期一是會有好天氣，但是它又有降雨的幾率，对，所以我覺得不想冒這個險。那另外的話就是因為這次我帶小孩一起露營嘛，如果說真的下雨的話，也是一直待在帳篷裡面，就相對是有一點點的無聊。那雨棚的話呢，因為我們是平日，然後就沒有別人，所以其實我們是整個包了它的那個牛樟區的大棧板的雨棚。那這裡我覺得最棒的是就是它的風景，然後還有看到我身後的櫻花嗎？接下來的櫻花季節，這裡一定也會非常的漂亮。所以如果想要在櫻花下露營，然後也不想要收到濕噠噠的帳篷的話，因為畢竟這個季節還是比較容易有雨或者是霧，但是有霧才會有雲海，所以其實這個真的好難取捨哦。你有霧，然後霧降下去之後，它就會形成雲海，然後又飄上來的時候呢，就又成為一片白牆。對，可是真的是很漂亮。然後營主呢是一對，應該是老夫妻。我在想可能是退休的，就是老夫妻，然後經營着這個布魯的家露營區，然後營區裡面呢很方便，衛浴也很乾淨，然後熱水很熱，還有一個可愛的小雜貨鋪，可以讓你買一點就是餅乾啊、泡麵啊，甚至像瓦斯罐啊等等的東西，那個小鋪裡面也有販售。對，那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咯。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，請記得按讚、分享、加訂閱，還有開啟小鈴鐺，也可以上網追蹤原家的移動城堡，跟我們的Instagram就會收到更多即時吃喝玩樂的訊息。看影片的同時，不要忘了給我熱推哦。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啦，拜拜。